这个男人在厕所祭拜关羽，他的兄弟为了帮他买手办，越狱遭到排挤，但他拿到手办之后却任由兄弟受委屈，这样下去，他和背信弃义的吕布有什么区别？越人没有注意，在他自责的时候，青龙偃月刀的刀头掉在了地上。因为当了间谍，郑武被奖励外出2小时，帮白木跑腿买完东西之后，他跑到游戏厅打电动，被对面的同校学姐杏子秒杀。郑武瞥见杏子的胸，立刻脸红心跳。杏子觉得他还挺有意思，表示打电动他随时奉陪。这还是郑武上学到现在第一次和妹子说这么多话，一直回到监狱还念念不忘。上厕所的时候，他也发现了掉在地上的刀头，顺手揣进兜里。白木把柿种碾碎裹上鸡肉油炸，这样做出来的炸鸡块就算不腌制也很美味。但郑武想要吃的话，就得用情报来换。郑武想了半天，把在厕所捡到的刀给了白木，一听居然是从厕所捡来的。白木生气的把刀砸在了郑武身上，两个人都没注意，刀最后掉进了装柿种的碗里。越人很快发现了自己刀头不见的事，他趴在地上找的时候，正好被绿川碰到。在学生会喝茶的时候，会长提了一嘴，白木给会长做了柿种做下午茶，结果不慎掉进去的刀头被会长吃进了嘴里，白木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东西是在厕所找到的事儿，绝不能告诉会长。听会长说这是中国产的青龙刀，白木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后，他来到厕所，果然在里面找到了越人藏起来的三国志手办。作为奖励，白木再次给真武放了假。越人因为找不到刀而心头低落，殊不知自己老家已经被人端了。真武去游戏厅没见到杏子，本来还在失落，连打电动都没了动力，没想到杏子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搂着他打赢了对面的大叔。不仅如此，杏子还拉着真武的手陪他去跑腿，和他交换吃冰淇淋，而且还拿出2张票要和真武一起去看电影。可惜真武今天的出门时间结束了，不能陪杏子看电影。杏子看真武失落，于是摘下了自己的发圈送给他。电影下周还有一场，如果真武下周能出来，就把这个挂在监狱的围栏上，他看到了就直接去游戏厅。真武春风得意，但越人那边可是倒了大霉。白木集合囚犯说要给他们发柿种当奖励，但发到越人的手里却变成了青龙刀的刀头。越人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直呼不妙。不出所料，下一秒白木就从袋子里拿出了他珍藏的手办。越人强装镇定，说自己对手办没兴趣，然后被白木揍了一拳。他都调查过了，这个手办只有在青雉越狱当天去秋叶原才能买到。越人肯定为了让青雉买手办而帮他越狱了。说着，白木把赤兔马骑在胯下，如果越人承认手办是他的，那他就还给他，但这样就等于承认了越人帮青雉越狱，他们的刑期又要延长了。但如果不承认，手办绝对会被白木作祟。青雉非常气愤，别人根本不明白越人为了手办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，这可是越人7年的青春呐！见越人还是咬牙不承认，白木居然把关羽也压在了屁股底下。再这样下去，手办绝对会被毁掉。青雉看不下去了，正准备动手，越人抢先一步扑上去抢到了手办，而这正合了白木的心意。越人动手就代表他承认自己协助青雉越狱，这一下他们罪加一等。然而就在此时，谁都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，越人居然亲手摔碎了自己心爱的手办。他说过的，他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。随后一脸淡定的离开了。如果为了手办背弃朋友，他还有何脸面去见关羽将军？那他毁掉的就不止7年，而是一生。越人痛哭流涕的和青雉道歉，他眼看着青雉被欺负却视而不见，他再也不会这么做了。没想到越人做的这么绝，这一下逼迫他承认越狱的计划失败。真武赶了回来，看到地上的青龙刀很奇怪，这不是他在厕所捡到然后交给白木的刀吗？会长傻眼了，他居然把厕所里的东西吞进了嘴里，随后两耳一翻晕了过去。白木非常愧疚地向会长请罪，但会长却选择了无视他，他不应该把这件事交给白木办。接下来他要亲自出马。回到监狱后，越人和伙伴们请罪，他确实协助了青雉越狱，或者说他才是主犯。真武非常生气，问伙伴们应该怎么惩罚越人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让和安德烈都非常爽快地原谅了越人。如果不是青雉让差点犯下大错，而越人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，主动摔了手办，这已经够赎罪的了。真武更气愤了，越人明明和真武同罪，在他们辛苦工作的时候，越人可是在厕所对着手办傻笑啊！安德烈抓住了关键，真武怎么知道手办是放在厕所的？真武心虚了，因为这件事就是他告的密，只能谎称是学生会说的，然后匆匆离开了。真武最近总是和白木单独相处，这一点大家都注意到了，这安德烈非常嫉妒。会长让绿川给等待惩罚的白木送去一样东西。第二天，白木监督犯人干活，安德烈故意把铲子插在地上，想被白木惩罚，结果白木一到，大家都惊呆了。他今天居然一反常态，穿得非常严实，福利什么的完全看不到了。安德烈扑上去要舔白木的鞋子，却没想到白木居然直接走开了。不管他做出多么过分的举动，都完全不惩罚他，这安德烈深深的心碎了。而白木也因为穿上小1号的制服而被束缚得非常难受，甚至还在走廊里晕倒了。还好千代路过他，把他扶进了学生会休息。而千代也在这里看到了会长的男生退学计划，因为白木的无视，好久没有得到惩罚的安德烈精神状态到了极限，而这一切都在会长的预料之中。明天将进入男生退学行动的最后阶段，而千代在外面偷听到了会长的对话，整整1周没有接受惩罚，安德烈已经彻底坏掉了。今天白木又给真武放了假，让他在6点半吃完饭之前回来，不回来就当做越狱处理。青雉最近发现了好多怪事，于是主动找上真武，问他最近总是和副会长待在一起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真武还没回答什么，就又被白木叫走了。他出去和杏子看了电影，其他人则被白木带着去修补围栏。路上遇到千代和朋友户外下棋，青雉注意到千代的棋盘上写了什么，原来这局棋是千代故意给青雉看的，上面用棋子摆出了男生今天要退学。青雉确实
实看到了，但他就是从左往右看的。要金难退天生学是什么意思？秦志百思不得其解。另一边，精神病危的安德烈坐在房间里，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白木的呼唤，于是二话不说冲了出去，直奔走廊里的白木。然而他扑倒的却只是个立牌，看守室的门开着，安德烈在里面发现了自己的日记，上面居然记载了刚刚发生的事，而且还写到只要穿过看守室的门就能被白木狠狠的惩罚。安德烈心动了，百思不得其解的秦志把杏子的暗号写在玻璃上，这才发现他念错了顺序。秦志恍然大悟，至今他们身边发生的怪事都是学生会为了逼他们退学而设计的圈套。他冲出去寻找安德烈，却到处都找不到人，而此时安德烈已经打开大门出了监狱。正如日记里写到的，白木站在不远处拿着鞭子，说要对他进行惩罚。安德烈当场发疯，撞破围栏冲到了副会长面前。等秦志他们赶到已经太晚了，安德烈在冲出围栏的瞬间就被学生会越狱罪逮捕。围栏事先用钳子剪断过，白木穿着紧身制服故意无视安德烈，就是为了让兴奋到极点的安德烈冲破围栏达成越狱。而接下来就要等秦志的好戏了。电影很无聊，无聊的真吾都睡着了。杏子抱着他的胳膊说要出去，距离回来还有1个多小时，于是杏子拉着真吾到公园约会，打情骂俏好不快活，气氛刚好适合接吻，但真吾却怂了。他看到一旁有个小孩在欺负同伴，就过去劝架。小男孩说他的同伴违反约定，一个人去和女生玩是叛徒。真吾生气的吼了小男孩，让他们不许欺负伙伴。没想到被欺负的小孩抓起沙子扔向真吾，然后带着伙伴们跑走了。真吾愣住了，他被小孩子上了一课，如果是朋友的话就应该原谅他。当了间谍，在他家干活的时候自己就跑出来和杏子玩，他真的不是人。真吾最终决定回去和伙伴坦白，但就在这时，杏子却突然掩面哭泣，说自己对不起真吾。学生会下套引诱安德烈越狱，大家的刑期再次增加了3个月，而真吾则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没错，他们甚至也给真吾下套了。杏子作为学生会的亲卫队队长，是会长派去和真吾接触的卧底，为的就是在校外拖住真吾，让他不能按时回去，这样男生就会因为3次越狱而被退学。而他还将真吾的表调慢了半个小时，所以现在真吾只剩下5分钟了，就算再怎么赶他都来不及回去了。但秦志坚信真吾会回来的，毕竟如今除了相信他也没有别的办法。白木故意刺激他说暑假学校会到海边搞夏令营，还有尸体选美，变态们眼前一亮，大喊着真吾快回来，被白木用鞭子狠狠抽了一顿。而真吾在赶回来的路上因为太着急被车撞了，但天无绝人之路，撞他的车居然是学校的洗衣车。时间只剩了最后1分钟，马上就能回到和平的校园生活。而就在这时，真吾从车上冲下来，朝着监狱急速狂奔，时间还剩下了最后30秒。真吾的手已经放在了门板上，却怎么都拉不开大门。时间到了，真吾被一扇门拦在了监狱外。真吾大喊着学生会卑鄙无耻，给门上锁，却没想到白木走过来轻松打开了门。没错，他们事先把门换成滑动的了。就这样，男生们达成3次越狱，被处以退学处分。真吾向伙伴们承认了错误，他愿意让伙伴们打到他解气为止。秦志越狱的时候，真吾狠狠揍了他一拳，所以秦志也要还他一拳。说着，秦志轻轻给了真吾一拳，他们都有罪，没人想真心揍他。而真吾也只是中了学生会的奸计，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被原谅。真吾感动的痛哭流涕，多亏了杏子提醒他，他才能提前赶回来。一提起杏子，真吾就一阵心动，不仅亲手摸脸，他还看到了杏子的胸。话音刚落，刚刚还答应原谅他的伙伴冲上来暴揍了真吾一顿，居然看到了女生的胸，罪不可恕。男生被带到校长面前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退学的处分。钱代跑过去据理力争，说这一切都是学生会的阴谋。可惜学生会早就销毁了计划书，根本没有证据。而理事长就算不想让男生退学也没有办法，他将会在2周后的周末在他们的退学手续上盖章。男生退学计划成功，学生会好好庆祝了一番。会长叫来杏子，得知他最后动了恻隐之心，才让真吾提前赶回来了。好在最后作战成功，会长也不再追究他的过错，而男生们也不甘就这么被退学。为了夏令营的尸体选美，他们一定要留下来。秦志提起了千代说的 DTO 计划书，只要拿到这个就可以证明他们是被陷害的，但是文件肯定已经被处理了。而这时真吾突然想到了什么。